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选择独行，不合群才是最聪明的活法。赵丽颖用实力证明，不合群也能活出精彩。她默默拍戏，不炒热度，从花千骨到知否，每一步都走得稳扎稳打。宁静评价她看人准，专心演戏，网友称她是普通人奋斗的缩影。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，她清醒独立，用作品说话，真正的聪明，从来不是盲目合群。咱们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，谁进去都得合群，不然就被排挤。可问题来了，合群到底是混得好，还是独来独往才能走得远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有些人看着热热闹闹，光鲜亮丽，结果风一吹就倒。有些人呢，看着不起眼，偏偏能一直坚挺到最后，稳稳当当。说到这个话题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丽颖。说句实在话，赵丽颖在一众85花里，真的算是异类了。她没什么背景，没啥资源，农村出来，长相也不属于那种一眼美到天上的类型。一开始，她连个站 C 位的机会都捞不着，经常被挤到合影最边上。你说这尴尬不尴尬？可她就是不在乎。当别人忙着抱团、抢流量、拼曝光的时候，她安安静静拍戏，像个隐身人一样，感觉她的存在感低到尘埃里，可她偏不靠热搜活着。网上有人说，赵丽颖就是娱乐圈的赵氏孤儿，但你发现没有？孤儿怎么了？人家活得通透又自在，她不合群，却活成了最聪明的人。你说娱乐圈那么多姐妹团，谁能想到最后笑到最后的是那个最不合群的赵丽颖？说白了，合群有时候真的不等于聪明，反倒是能独立思考、靠自己努力的人才值得被尊敬。每每看到宁静在节目里点评赵丽颖，说她看人很准，专心做演员的事，我就觉得这句话太有道理。赵丽颖最牛的地方，不是她多会营销，而是她从不凑热闹。哪怕全世界都说她土，她也不改自己的风格。人家说她情商低，不会说漂亮话，她更不装。你看，她在各种红毯活动上，永远是最安静的那个，也不爱和谁套近乎，更不喜欢人前人后摆谱。她的自信不是表面的，是骨子里的。很多网友都说，赵丽颖的毒有点像小时候班里那个不合群却成绩最好的同学。你以为她呆呆的，实际上她心里门清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说句掏心窝子的，娱乐圈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有的人表面朋友成群，其实背后刀子插得飞快。有的人表面孤僻，却能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做到极致。赵丽颖就是后者。她的演技是靠一部部作品磨出来的。你看她早期电视剧演的确实有点青涩，可人家不服输，一直琢磨，一直进步。从《陆贞传奇》到《花千骨》，再到知否知否，每一步都走得特别稳。她不是那种天生的天才型演员，但她肯下笨功夫，这才是普通人最该学的地方。有一阵子，网络上铺天盖地黑她，说她土，说她装，说她离婚后还要立独立女性人设。但你仔细想想，这些黑料除了捕风捉影的八卦，根本没啥实锤。人家工作兢兢业业，没耍过大牌，没闹过不敬业，更没有什么大新闻。有网友调侃她喝口水都能被骂，真的是娱乐圈的奇观。可她不理这些流言蜚语，反而把注意力放在提升自己身上。她的粉丝群体特别扎实，从小孩到老人都喜欢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她的作品有影响力，角色有温度。网友评论经常有这样的话：赵丽颖不靠炒作，靠她是演戏圈粉，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样子。双引号。还有人说，她就是我们普通人奋斗的缩影，看着她就觉得自己也能行。双引号。这些评论我看了都叫得暖心。其实，娱乐圈的热闹都是表面的。
能沉下心来做事的人才最有底气。你看赵丽颖，事业上升期时没被流量冲昏头脑，结婚、离婚都处理得体体面面，没有互撕，没有造势，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分寸和修养。冯绍峰也在节目里坦言，两个人性格差异大，赵丽颖遇事很理性，哪怕对方情绪崩溃，她也能冷静处理。很多网友说，她能把婚姻和事业分得这么清楚，真的很厉害。双引号，我觉得这种清醒和独立是很多人都学不来的。赵丽颖的成功不是偶然，她没有一夜成名的剧本，都是靠一部部戏慢慢积累。她的观众缘不是营销出来的，是角色一点点抓住大家的心。你说现在的85花，哪个还有她这么稳定的曝光和作品？杨幂、唐嫣都在转型路上磕磕绊绊，赵丽颖已经杀进电影圈。你看她在第20条里演的聋哑母亲，没台词，全靠表情和肢体，那些绝望和坚韧全都写在脸上。还有酱园弄和全明星阵容飙戏，气场完全不输。观众都说赵丽颖是用实力在说话。当然啦，也有网友觉得她在某些电影片段里还不够细腻，但我觉得这反倒说明她还在成长，有进步空间。谁又能一蹴而就呢？她每次都用新角色挑战自己，从来不怕犯错。我身边有朋友说，看赵丽颖演戏特别安心，不用担心她崩人设。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很干净的标签，专心演戏，低调做人。你说这样的人不值一个大大的赞吗？再说回宁静，宁静说赵丽颖看人很准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深意。娱乐圈最容易被表象迷惑，谁火就跟谁好，谁有资源就抱大腿。但赵丽颖从不凑热闹，就连综艺都很少去。她把全部精力都给了角色，给了作品，这是职业素养，更是做人风格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扎堆、跟风、卷来卷去，但赵丽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独立思考、坚持自我，比合群重要多了。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，也不需要强行融入不属于你的圈子，只要你认准目标，一步步走下去，迟早会有属于你的掌声。网友也说得好，他的人生就像一碗白粥，没有大鱼大肉，但足够温暖和踏实。双引号，其实咱们普通人生活里也经常会遇到合群还是独行的选择，有时候一味合群反而丢了自己。赵丽颖的故事是给娱乐圈上的一课，也是给我们普通人提了个醒。赵丽颖一路走来，从小城女孩到顶流演员，她的成长故事不仅仅是演艺事业的逆袭，更是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的展现。很多人都说娱乐圈是一个名利场，合群似乎才是生存之道，只有抱团取暖，才能避免被边缘化。然而赵丽颖却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独行并不是一种孤立无援的表现，反而是一种聪明的选择。她不随波逐流，不迎合所谓的圈内规则，用自己的专注和坚持，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她的独行不仅仅是外界眼中的不合群，更是一种内心清醒和自我坚定的体现。纵观赵丽颖的演艺之路，几乎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都带着孤独的色彩。她并没有强大的背景，也没有显赫的资源，在娱乐圈这个重视人脉和关系的地方，她一开始就是一个孤身作战的女孩。别人有团队，有靠山，她靠的却只有自己。可偏偏这样的不合群，成就了她的独特。她没有被小团体所牵绊，也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应酬上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作品和角色上。一次次的沉淀与打磨，让她的作品逐渐被观众看到，她也逐渐在质疑和冷眼中成长为不可替代的存在。在娱乐圈，合群往往意味着要顺从一些潜规则，要和不喜欢的人打交道，要牺牲自己的一部分独立性，甚至是价值观。而赵丽颖的选择恰恰相反，她宁愿独行，也要守住自我。
他很少去参加圈内的无用社交，他不喜欢说漂亮话来取悦谁，他把最真实的一面保留下来。很多人因此觉得他不合群，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群，才让他避开了许多复杂的人情往来，把自己保护在一个相对纯粹的空间里。这种空间不仅保护了他的真诚，也保护了他的作品质量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这种独行的选择并不是孤立无援的，而是一种战略性的思考。她非常清楚，娱乐圈的资源和流量是有限的，靠关系获得的可能短时间有效，但不能长久。而作品和实力才是最硬的底气。所以她把重心放在了打磨演技和塑造角色上。从花千骨到知否，再到谁是凶手，幸福到万家，每一部作品都证明了他的成长与突破。他不需要用所谓的合群来刷存在感，因为作品本身就是他最好的证明。观众记住的是他的角色，而不是他和谁走得近。其实，赵丽颖的不合群更像是一种清醒。她明白圈子并不是唯一的出路，她不去迎合别人设定的轨迹，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难免会感到孤独，也会面临质疑，但她依然选择坚持，因为她知道，只有当自己真正变强，才有资格选择不合群。她的聪明就在于她看清了所谓合群的代价，也看清了独行的价值。她的坚韧让她把孤独变成一种力量，而不是负担。赵丽颖的经历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类似的困境，要不要随大流，要不要委屈自己去合群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害怕独行，害怕被孤立，但事实是，真正的成长往往都是在独行中发生的。合群带来的安全感往往是短暂的，而独行带来的力量却能让我们在关键时刻站得更稳。赵丽颖的选择告诉我们，真正聪明的人并不是看谁的圈子大，而是看谁能在独行中依然保持自我，依然能创造价值。如今的赵丽颖早已是娱乐圈的顶流代表，但她的心态依旧平稳。她不急不躁，不刻意去抢话题，也不热衷于制造人设。她用最质朴的方式生活，用最认真的态度对待演戏。她的独行不仅让她走出了独特的道路，也让她成为了一个清醒的榜样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能够坚持本心，不被裹挟，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。她告诉我们，不合群并不是错，相反，合群有时候才是一种陷阱。敢于独行，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清醒。总结来看，赵丽颖之所以能在娱乐圈中立于不败之地，靠的不是背景，不是圈子，而是她自己的独立与坚持。她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，但却也是最聪明的活法。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，不合群未必是劣势，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优势。她让我们看到，一个人即使孤独前行，也能走得漂亮，走得坚实。她的成功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她的清醒与努力共同铸就的结果。对观众而言，赵丽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娱乐圈的传奇，更是一种生活智慧的启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选择，是随大流，还是走自己的路。赵丽颖用她的经历给出了答案。她告诉我们，勇敢地做自己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，不合群并不可怕，反而是聪明的选择。因为最终，真正的价值不是别人给予的，而是你自己创造的。希望每一个看到她故事的人，都能从中获得勇气，学会在独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不惧孤独，也不盲目随波逐流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王一博随手一拍都是头像，颜值与实力双在线，追星快乐无可替代。王一博的颜值已成符号，但随便一张都是头像的背后，是努力与市场的拉锯战。颜值带来瞬间爆红，却难逃昙花一现的宿命，真正的长久还得靠内核实力。你说他怎么就这么随意？一张照片摆出来，颜值爆表就像是一道无声的宣言。
王一博的脸已经不只是一张脸了，简直是一种符号。一种符号代表着什么？青春、努力、帅气、偶像的模范。这一切都在他随手一拍的瞬间变成了大众的秒杀。不得不感慨，这颜值带来的快感，追他追到飞起，是真的无可替代。你要说别的场合他不搭配，总有人会说那是颜值压倒一切，但他自己是不是真的心里知道，光靠颜值也撑不了多久？也许是，毕竟那张脸背后是持续的努力和打磨。但问题来了，这种随便一张还能持续多久？明星的颜值都像开挂一样，网上一搜走红紫光，下一秒就被账号注销。这种头像级的颜值似乎已经成了年年都在变的标准。以前觉得长得抗打的无论走哪儿都能成为焦点，现在觉得这颜值是不是也挺脆弱的？明星颜值轮变成一场看谁更能 hold 住这个头像标签的拉锯战。你说他要是真每天认真维护脸蛋，粉丝会更感动，还是说这就是天生的资本？说实话，追颜值兼备的明星，心情有点复杂。我昨天看到一个热搜，标题说王一博颜值居然随便一张都是头像，我还就愣了一下，不知道该说他幸运还是说他干了点运气。背后那些镜头和角度都排得细细的，光那点心思就能看出粉丝们的狂热不简单。也许他也知道颜值这事短时间内就是炸弹级的爆发力，接不住。可看多了还是会发问，其实谁都心知肚明，一个明星的颜值软肋就是边缘羞羞，2天变一变的快感，谁都知道不能太依赖。更别说颜值那么多，真正坚持走下去的又有几个？大部分明星哪怕外表看似天赋异禀，时间一长，真要花功夫保养，才能认得出他们的脸究竟还在哪。王一博的随便一张都是头像，着实让人觉得他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明星状态，变得像个颜值工业设计品。大家都知道，颜值只是外在硬糊的伪装，内在的实力才是永不变的底牌。问题是，能真做到内外兼修的，没几个是真的拼命。我看这趋势也不难理解，现在的追星风气，追的其实是看得见的颜值。你说别的能力好像成了加分项的时候，颜值成了必备件。明星们的不得不在自拍、直播、活动中迅速展现自己最好的角度。可问题是，这样的随便一张头像背后，隐藏的是真实的努力还是单纯的漂亮脸皮？这一直是个悬念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些头像是不是还带着一种你看我挺好的，别在意我幕后是不是努力，这种快感让人有点上头。追人不能只看脸，谁都清楚，颜值确实是流量的基础点。王一博的这随便一张都是头像标签，既是一种天赋超越，也是一种压力。一旦颜值降了，粉丝还会不会愿意相信他除了长得帅，还能干点啥？其实挺讽刺的，明星的颜值能成为一种硬通货，但又极容易被市场调节，像他们的脸一样，短暂爆红，长久难靠。也许谁都知道，颜值只是昙花一现，但偏偏很多人还是被这瞬间的光吸引，追到忘乎所以。追到这份随便一张都是头像的范例，真不知道这是不是又一波虚假的安全感。这社交圈、粉丝团，谁都在揣摩哪张 PO 出来最炸，可其实生活不止颜值。王一博自带的那份颜值实力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他知道的不可抗拒的资本？我倒觉得，未来还是得往内湖靠，毕竟一份长久的快乐，不会只靠头像能撑得起。可问题是，现在还看谁买账？我觉得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这种随便一张都是头像的光环，总会有散的人。这事真就这么过去了？还是说粉丝们还要继续只看脸不看剧情？毕竟流量的天花板越来越杜鹃花开，追到不还是的面对你还真就只会靠脸翻车这件事，你敢说随便一张都是头像就代表它能一直带给我们快乐吗？还是这不过是
用颜值换来的短暂满足感罢了。在如今这个信息碎片化、偶像层出不穷的时代，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得越来越快，谁能真正成为长期被追随和喜爱的存在，往往不仅仅依靠外貌的短暂吸引力，而更在于综合的实力与内在魅力。王一博便是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。每当新的照片释出，总有网友感叹，王一博真是随便一拍都是头像，不需要任何修饰与滤镜，就足以成为屏保、头像、壁纸。而这背后不仅是他出众的颜值，更是他长期以来在实力、气质、人格魅力上的积累与沉淀。追随王一博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感，这种快乐并不是单一维度的。颜值固然是第一眼的吸引，但当你走近他，会发现他的舞台表现力、演员的专注度、赛车运动员的拼劲，甚至是生活中安静而坚定的气场，都让人越看越沉迷。正因如此，粉丝们常说，追王一博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。先从随手一拍都是头像谈起，很多明星在公众场合需要精心准备，才能呈现出令人满意的照片，而王一博的照片却常常是路人镜头下的惊艳。他拥有天生的镜头感，无论是机场、活动现场，还是舞台后台，只要镜头捕捉到他，总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画面美感。这种美感并非完全依赖造型师的雕琢，而是来自于他的自然气质。他的五官线条清晰，冷静中带着一点少年感，既有锋利的轮廓，也有柔和的表情变化。这种反差让他无论在动静之间都极具吸引力。然而，颜值只是表层的东西，真正让他能长期立于顶流位置的是他的实力。王一博在舞台上的舞蹈实力毋庸置疑，他的舞蹈充满力量感与美感，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出背后的扎实功底和持之以恒的训练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王一博在刚出道时并没有那么被看好，但正是凭借一次次舞台的惊艳表现，他逐渐让观众真正看见了他作为舞者的实力。进入演艺圈后，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偶像演员的层次，而是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。从《陈情岭》中蓝忘机的克制深情，到后来的电影作品，他用实际行动告诉观众，他愿意花时间打磨角色，愿意把自己沉浸在表演中，而不是依靠流量和话题生存。他的台词功底、眼神表达、细节把控，都在一步步进化中获得观众的认可。也正因如此，每当有新作品释出，粉丝们不仅是因为喜欢偶像去支持，而是真的被他的角色塑造力打动。除了演员身份，王一博在赛车领域的表现同样让人刮目相看。赛车是一项极为消耗体力和心智的运动，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与高度的专注。他没有把赛车当作明星的噱头，